大家好，欢迎回到爱生的频道。我们今天要聊的这个故事发生在2025年11月19号。对于东欧那片平原来说，这个已经是战火烧到的第4个冬天。此时此刻，如果您站在基辅的街头，一定会感受到一种比3年前更加深入骨髓的冰冷跟绝望。前线那些战壕已经被冻得跟钢铁一样硬邦邦的，而地裂伯河吹来的这个寒风就像刀子一样。但是这一年的冬天，真正让乌克兰人感到彻骨冰寒的，其实不是北方的冷空气，而是什么呢？是来自于大洋彼岸的一位不速之客。11月19号这一天，基辅的鲍里斯波尔国际机场，天空灰的就像一块怎么样洗都洗不干净的抹布，停机坪上的这个风特别大，带着地裂伯河这样一种湿冷的感觉，直往人的骨头缝里钻。一架没有任何航空公司标志的美国空军的专机降落了，舱门打开，走出来的不是平时那些运送标枪导弹的美军的后勤官，也不是来视察战况的北约的将军。走在最前面的那个男人神情特别冷峻，步子也很匆忙，他叫丹·德里斯科尔，现任的美国陆军部长。飞机落地的那一刻，我估计泽连斯基其实那个时候可能还抱着一丝幻想。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后来发布的官方通稿里面把本次访问说的特别的轻描淡写，比如说来讨论无人机战术啦、军事援助的实况调查团啦等等。但是其实在西方的情报界，这样一层窗户纸早就已经被捅破了，因为这个根本就不是什么美国的调查团。德里斯科尔他带来的公文包里面装的也不是最新的给乌克兰的这个援助清单，而是薄薄的一张纸。这位不速之客跟泽连斯基会面的那个氛围，没有寒暄，直入正题。特朗普通过德里斯科尔只给了一个非黑即白的选择，他直截了当的告诉泽连斯基，我们要么在感恩节之前看到你们坐在谈判桌前接受一份包含28条条款的和平方案，要么在这个最寒冷的冬天，美国将会切断每一颗子弹、每一个美分的援助。当时在现场，他说了一句足以载入史册的话：为了和平，必须交易。所以你看，在国际政治的这个权力游戏里面，如果你没有实力坐在餐桌边来制定规则，那么你就注定只会出现在菜单上。而在当时那一刻，基辅面临的不仅仅只是失去了尊严的问题，更是整个国家崩溃的倒计时。为什么呢？其实为什么乌克兰会沦落到如今被盟友按着头签字的地步？这难道仅仅只是特朗普他个人的意志，还是国际政治当中某种更为冷酷不可逆转的底层逻辑呢？今天这个视频，我会占用大家一些时间，为你们逐页拆解这样一场被出卖的凛冬背后的国际政治的终极博弈。这个绝不是像大家在平常的新闻简讯里面看到的那些官样的表面文章，我们要深入去分析那些被刻意隐藏的细节。为什么俄乌战争如今会以乌克兰割地求和的局面走向终结？乌克兰在付出了惨重的牺牲之后，他为什么最终所得会如此的严重倒挂？而推动所有这一切这个地缘政治巨变的最深层的一个底层的逻辑和背后的驱动力又到底是什么？而在开始之前，我想先跟大家讲一个2400年以前的故事。公元前416年，爱琴海梅洛斯岛，当时雅典的重装步兵包围了这座小岛，他们并没有立即进攻，而是派出了外交使节，说了一句在随后2000多年里面曾经反复折磨人类良知的名言：正义只存在于力量对等的人之间，而至于其他人呢，强者行其所能为，弱者忍其所必受。梅洛斯人当时拒绝投降，他们相信神明会庇护正义，他们相信斯巴达会派兵救援。结果大家都知道了，斯巴达的这个援兵没有来，
梅洛斯岛所有的成年男子遭到血腥清洗，而所有的妇女儿童都沦为奴隶。而今天的基辅就是现代版的梅洛斯岛。我们要看懂2015年11月这个冬天发生的一切，就不能够只盯着基辅。我们首先要先看得懂华盛顿大老皮城曾经发生的一种剧烈的变动。过去的3年，西方世界对于乌克兰的支持建立在一个特别神圣的宏大叙事之上。乌克兰对抗俄罗斯，这个是民主对抗专制的前哨战。但是在2025年重返白宫的特朗普团队眼里面，这个宏大的叙事已经完全破产了。白宫战略急转弯的背后，有一份被称之为克洛格弗莱茨计划的秘密蓝本。其实早在2024年4月份，这样一份文件就在美国优先政策研究所内部流传了。而对于副总统万斯来说，还有他的密友，也就是刚刚我们提到的美国陆军部长丹·德里斯科尔来说，他们是一群坚定的外交政策的现实主义者。在他们的算盘里面，乌克兰战争早就不再是什么正义的远征，而是一个关于投资回报率已经跌成负数的烂尾工程。我们可以想象一下这个画面，在华盛顿的椭圆形办公室里面，他们现在的对话不再是如何保卫、如何捍卫自由跟民主，而是像华尔街风投会议一样非常冷酷的数字跟计算。他们看着这些报表说，我们已经投入了上千亿的美刀，但是换来的是什么呢？僵持的战线，欧洲越来越深的依赖，还有一个越来越强大的中俄联盟。那我们先简单介绍一下这位特使也是止损者德里斯科尔。在特朗普 2.0 这样一个充满了喧嚣、电视名人跟意识形态狂人的内阁里面，德里斯科尔他是一个特别安静的异类。他不是那样一种在藤校的秘密会社里面喝着香槟长大的精英，虽然他后来的确去读了耶鲁大学，他的根其实是扎在阿巴拉契亚山脉的深处，那里是美国特别贫穷但是也特别坚韧的腹地。2009年，年轻的德里斯科尔作为第13地师的骑兵侦察排的排长，被部署到伊拉克的尼尼微省。在那里，他看到了战争最丑陋也最残酷的一面。他后来在参议院听证会上说了一句我觉得特别有分量的话：我亲眼目睹了领导层的决策如何影响士兵的生命，而很多时候这些决策其实毫无意义。大家可以记住毫无意义这4个字，这成了他日后作为陆军部长挥刀砍向那些1000亿级国防项目的心理基石。在他看来，让士兵为了一场无法胜利的战争死去，这个是最大的不道德，而让纳税人的真金白银填进一个无底洞，这个也是军人最大的渎职。2025年5月，他上任之后没多久，就干了一件震惊防务界的大事，他宣布取消了 M10 布克战车项目。这个项目原本是美国陆军现代化的旗舰项目，数百亿美金已经砸进去了，但是德里斯科尔只看了一眼报告，直接宣判了他的死刑。他的思考的逻辑完全映射了他对于乌克兰战争的看法。第一，这样一辆战车重达38吨，在现代战争的后勤体系里面简直是一个灾难般的重量。第二，它实在是太贵了，在几百美元的无人机就能够摧毁价值数百万美元坦克的时代，造这样一种昂贵的铁疙瘩就是沉没成本的谬误。第三，这个也是最让他愤怒的，就是那个臭名昭著的维修权的条款。美军的前线士兵，他们将来不会有权利可以自己修复这辆战车，一旦坏了，必须要等待承包商来修。德里斯科尔对于这个条款嗤之以鼻，如果我的士兵不能够在前线的战壕里面自己来修好它，那它就不是武器，这个完全是我们的累赘。
在他眼里，2025年的这个乌克兰战争就是另外一个版本的 M10布克战车，它超支了，它太重了，它陷入了东欧的泥潭，让美军动弹不得。而且西方为了维持它生存所支付的这个维修成本，已经远远超过了它所能带来的地缘政治的收益。凯洛格的这个设计特别精妙，他在这个计划书当中抛弃了所有的道德考量，设计了一套被称之为双向强制杠杆的这个机制，听起来非常学术，对不对？我给您翻译一下，其实说白了非常简单，就是一把同时指向2个人的枪。第一把枪指着基辅，美国非常明确地告知乌克兰，未来的军事援助它不再是自动续费，而是变成了有条件的对赌。这个条件是什么呢？就是你乌克兰必须要参加和平谈判。如果你拒绝谈，好吧，美国会立刻断供。而对于一支 90% 的弹药依赖北约的军队来说，这个就等于直接宣判了死刑。而第二把枪指的是莫斯科。特朗普团队也不是傻子，他们知道普京他也是不见兔子不撒鹰的主。如果普京觉得美国软弱，拒绝谈判的时候怎么办呢？凯洛格的这个计划里面有专门针对普京的一个反向威胁。如果俄罗斯拒绝停火，美国将向乌克兰提供史无前例数量的致命性的武器，而且注意哈，而且美国会取消所有对俄罗斯本土打击的限制。所以大家看懂了吗？这个凯洛格计划它设计的核心，它根本不在乎俄罗斯想要什么，它也不在乎乌克兰是不是会觉得和平协议不公平，它是在用双方都无法承受的毁灭性的后果来强行把2个人都摁在谈判桌前，按着头让他们强行在和平协议上签字。在这样一种思维模式底下，乌克兰从资产变成了负债，而处理不良资产的逻辑只有一个：止损。好了，我们现在把思绪稍稍抽离一下，把时间倒回到10月24号这一天，佛罗里达州的迈阿密阳光明媚，海风微醺，在一处私密性极高的豪华庄园里面，一场根本没有列在任何官方日程表上的会晤正在进行。而这场会晤的保密级别之高，甚至连美国国务院的很多高级官员他们都被蒙在鼓里。会议桌的一边坐着史蒂夫·威特克夫，请大家记住这个名字。威特克夫他现在的头衔是美国中东与和平事务的特使，但他并不是职业外交官出身，其实他是纽约顶级的一个房地产开发商，他是特朗普40多年交情的铁哥们。维特科夫他不懂什么复杂的国际局势和国际法，也不在乎什么历史的积怨，在他眼里，顿巴斯、克里米亚这些都不是什么领土，这个叫做有产权争议的地块。而处理这些房地产的生意这样一种事情，他最擅长的手段就是资产重组。而坐在他对面的是基里尔德米特里耶夫，那这个人的身份就更加特殊了，他是俄罗斯直接投资基金的 CEO， 是普京总统的金融总管，他有斯坦福跟哈佛的学历，曾经是高盛的银行家，他是克里姆林宫里面最懂西方资本运作的人，他也是普京通往西方精英圈层的最后的桥梁。而本次会面为了能让这个人飞进美国，美国的财政部甚至不得不专门对他实施了特别的制裁豁免。其实这是一场极度荒诞的会面，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当顿巴斯前线的俄乌士兵他们还在漓江里面因为失血过多而抽搐的时候，这2个亿万富翁他们抽着雪茄喝着威士忌，在一张世界地图上画着圈。根据我们掌握的这个情报啊，本次谈判没有涉及任何关于正义或者人权或者民主的讨论，对话的内容非常赤裸而且直接。这个地块归你，制裁解除归我，这个资源归我，那个港口归你。威特科夫后来对于欧盟官员说的一番话，彻底暴露了他这样一种商人的傲慢。他说他把地缘冲突看作是可以分割也可以交易的商业地块。一位听到这个对话的欧盟的高级官员被惊得目瞪口呆，他私底下愤怒地表示，
威特科夫简直需要去看精神科的医生。但你知道吗？这个恰恰就是特朗普政府的核心特征，外交的私人化。国务卿努比奥虽然名义上是外交事务的主管，但是在这样一种最核心的议题上，他反倒被架空了。真正的权力掌握在这些有着非常深厚的商业背景，而且只对特朗普总统个人负责的影子特使的手里。而这样一场会面密谈的机密到了什么程度呢？甚至连特朗普的女婿库斯拉他都被临时拉进来，3个商人在3天的时间里面，就好像谈一笔烂尾楼收购案一样，敲定了所有的细节，也敲定了乌克兰的命运。当后来这样一份英文版的28点和平计划被泄露给语言学家来分析的时候，专家们发现了一个让人毛骨悚然的细节。这样一份英文文件的措辞、语序、语法跟句式的结构带着非常强烈的俄语的痕迹。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很有可能这样一份所谓的美俄联合的和平方案大概率是由俄罗斯方面起草，然后翻译成英文，2个人谈妥之后再由美国人递交给乌克兰方面的。换句话来说，美国特使维特科夫在迈阿密的豪宅里面实际上是拿着普京开出来的一个清单，划几个圈，点一下头，签一个字，然后转手就把这个清单变成了给泽连斯基的最后通牒。而正是这几个人在迈阿密几个小时里面炮制出了震惊世界的28点和平计划。这份计划与其说是一份和平协议，我们倒不如说是一份商业并购的合约。在这样一份合同里面，乌克兰它只是一个被交易的标的物，甚至连签字的笔都轮不到他自己来。那么这样一份在迈阿密诞生的28点和平计划到底有多毒辣呢？为什么我会称之为地缘政治的清算清单呢？我们来逐条拆解，看看它是如何一步一步勒死了乌克兰的未来的。那首先第一点是领土的事实承认。这个计划要求国际社会承认克里米亚、顿涅茨克跟卢甘斯克全境为俄罗斯的事实领土。大家注意这里的用词啊，全境这2个字，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即便俄军现在还没有完全占领顿巴斯的所有地区，乌克兰一旦签署了这份协议，也要主动把剩下的地盘腾出来交出去。而在南部赫尔松和扎波罗热的这个控制线将被冻结，虽然名义上它没有承认主权归于俄罗斯所有，但是大家都知道，在国际政治当中，临时冻结往往就是永久割让的代名词。其次，第2点是要建立一个耻辱性的缓冲区。这个和平计划规定，在乌克兰目前还控制的顿涅茨克剩余的区域要建立一个非军事的缓冲区。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乌军必须要撤出这些本来属于自己的领土，在自己的国土上建立一个自己没有办法驻军的灰色地带，这等于彻底剥夺了乌克兰东部的一个防御纵深。而第3点也是非常致命的一点，就是主权的阉割。这份和平协议第27条明确的规定，乌克兰必须要修改宪法，永久放弃加入北约。而为了把这事儿做绝，北约方面甚至打算要修改自己的章程，把禁止接纳乌克兰写进北约的条款。所以这个不仅仅只是关上了大门，而是把门焊死，再砌上了一堵墙。而同时，乌克兰的军队规模将会被这份和平协议限制在60万人以内。大家可以想象一下，面对俄罗斯这样一个军事巨兽，还有上千公里的边境线，乌克兰60万人这个军队规模其实根本没有办法形成有效的国土防御。这个实际上是让乌克兰在这样一个充满狼群的森林里面先拔掉了自己的牙齿。第4点是文化方面的解释权。这个和平协议要求乌克兰消除种族歧视，保护俄语的地位，而且还要禁止纳粹的思想。
这个说白了就是俄罗斯在文化霸权战场上的一个重大胜利，因为不仅仅是军事征服上的胜利，更是对于乌克兰2014年以来这个民主国家所构建的叙事，比如说反俄啦，禁止说俄语啦，去书化所有这些系统性清算的一个完全彻底的逆转。美国接受俄罗斯方面的这些条款，也就意味着华盛顿在意识形态领域向莫斯科做出了巨大的让步，而且是默许了俄罗斯对于其势力范围的文化解释权。第5点是权力的私有化。一旦签署这个协议之后，到底应该由谁来监督这个和平协议的实施呢？是联合国吗？是欧安组织吗？其实都不是。这个计划是提议成立一个和平委员会，由谁来领导呢？由特朗普亲自领导。这个委员会将来会拥有裁决违约行动的最高权力，甚至可以直接实施制裁。那这个实际上是将欧洲的一个安全的裁决权从国际公法的体系转移到了美国总统特朗普个人的手上。但这个还不是全部，最让我震惊的，或者说是整个协议最具有特朗普主义色彩的，是经济掠夺条款。这个协议提出建立一个由美国跟乌克兰重建投资基金，听起来像是一个新版的马歇尔计划，对不对？但其实魔鬼就藏在细节里面。作为美国提供安全保障的这个条件，这个基金会所投资的所有项目，包括乌克兰剩下的这些锂矿钛矿稀土矿的开发，美国将拿走 50% 的利润。所以这个哪里像是美国在援助乌克兰呢？这个分明是一个抵押。乌克兰实际上是用自己手上还剩下的一些国家的矿产资源作为抵押品，向美国购买一份看起来似乎并不牢靠的安全的保障。而作为交换，美国将会解除对于俄罗斯的制裁，邀请俄罗斯重新返回 G8， 甚至对于战争罪行实施全面大赦。所以当这样一份文件摆在泽连斯基案头的时候，其实我想问问大家，这像是一份和平协议吗？说白了，这就是一份需要他笑着签字的投降书。而且说实话，哪怕是李鸿章，他面对这样的条款，恐怕他的手都会颤抖。所以这个协议其实告诉乌克兰人，你们4年的血是白流了，你们的土地没了，你们加入西方的梦想破碎了，而俄罗斯他们将带着战利品回到国际舞台的正中央。此情此景，中国人是不是感觉特别熟悉？美国人他们之所以敢甩出这样一份侮辱性的最后通牒，是因为他们已经看准了一个非常关键的时间点，就是俄乌战场的崩溃。为了理解这样一种紧迫感，我们必须要把视线从迈阿密的豪宅转移到顿涅茨克州的波克罗夫斯克，那这里是目前俄乌战争最惨烈的绞肉机。而经过4年的拉锯战，俄乌战争已经变成了一个吞噬生命的黑洞。根据乌克兰官方在2025年1月勉强披露的数据，伤亡跟失踪的人数，乌克兰方面已经突破了40万大关。这个数字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这意味着乌克兰整整一代青壮年男性的消失。而到了2025年的秋天，乌克兰的人力资源已经枯竭到了触目惊心的地步。在前线采访的战地记者发现，很多乌克兰步兵旅的编制已经残破不堪，在顿巴斯某些防区竟然出现了12名士兵要防守10公里防线的非常荒诞的场景。这哪里是什么战争的防线，这简直就是无人区。为了填补前线的战壕，乌军不得不把炊事班的厨师、卡车司机，本来应该在后方操作无人机的技术宅男，都强行塞进了一线的战壕，手里塞一把老式的步枪，就让他们去顶住俄军的装甲冲锋。前一段时间，电影明星安吉丽娜·朱莉她去乌克兰访问的时候，她随行的工作人员都被强行抓了壮丁。通过这个新闻就可见现在的乌克兰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而到了11月底的时候，波克罗夫斯克的这个战场已经完全变了。如果大家还以为现在俄军依然在搞巴赫穆特那样一种人海冲锋的战术，那你就错了。俄军现在已经进化了，变得更加狡猾，但也却更加致命。情报显示，俄军目前他正在前线使用一种结合了气象学的新型的战术。顿巴斯的深秋早晚都会大雾弥漫，所以俄军他们就会特意选择在浓雾最重的时候发动进攻。他们不再驾驶笨重的坦克，而是派出2到3个人组成的超小型的步兵渗透小组。这些渗透小组他们在浓雾的掩护底下，就像白蚁一样无声无息地渗透进乌军的防线缝隙。乌克兰军队引以为傲的这些无人穿越机在浓雾当中完全失效，变成了瞎子。而与此同时，俄军的电子战中心在后方疯狂的运作，专门猎杀乌克兰的无人机操作员。而一旦乌军失去了这些天眼，他们就变成了待宰的羔羊。更可怕的是什么？是俄军的战略重心，他们不再急于攻占波克罗夫斯克这样一些城市的中心，而是像外科手术一样专注于切断城市周边的地面交通线。他们布设了海量的地雷，配合火炮封锁，切断所有的补给线。现在乌克兰军队重装备运不进去，伤员运不出来，甚至连弹药跟水也只能够靠士兵徒步背进战区。这是一种极度不对称的消耗战。福布斯报道的这个数据让人绝望。在这个方向上，俄军集结了11万大军，而乌军只有残破的4万人。这个双方有接近3:1的兵力差，再加上弹药枯竭，正在击穿乌克兰守军的心理防线。波克罗夫斯克这个城市一旦失守，它不仅仅是丢掉了一座城，它是整个顿巴斯乌军后勤的心脏。而一旦心脏停跳，整个东部的防线将会发生连锁性的崩盘。而到了那个时候，普京他甚至就不再需要谈判了，他可以直接宣布完全解放接管顿巴斯。所以你看，现代战争打到最后拼的不是勇气，不是刺刀，不是战术，而是最原始的数学题，工业产能与消耗率的对比。到了2025年，俄乌双方这个数字是多少呢？5:1，这个是俄乌双方目前的火力密度比。当前俄罗斯本土的152毫米的这个炮弹年产量已经飙升到了450万枚，而且这个数字它还不包括来自于朝鲜的数百万发的炮弹支援，以及伊朗的无人机流水线。仅仅是依靠朝鲜这一条补给线，他们提供的弹药量就压倒了整个北约，再加上美国的联合产能的总和。而作为对比，美国跟欧盟加一块拼了老命喊了3年的口号，他们目前的年产量也就勉勉强强凑够200万枚，450万对200万，这个数字就导致在顿巴斯的前线，俄军的火力密度常年维持在乌军的3倍，甚至在进攻轴线上达到了10倍。乌克兰前线的士兵他根本不是在打仗，而是在单方面的挨炸。美国的陆军部长德里斯科尔去基辅所谓的实况调查，其实是在确认一件事情：乌克兰军队的全面崩溃的临界点是不是真的已经迫到眉睫了？很遗憾，他看到的景象支撑了华盛顿方面的判断。事实上，乌克兰争取全面胜利的窗口期已经在2023年反攻失败以后彻底关闭了。而当前乌克兰人仅剩下了有秩序的投降跟崩溃式的战败这2个选择。在美国人看来，其实选择非常简单，与其是2个月之后乌克兰方面彻底崩盘一无所有，倒不如现在强行止损。特朗普给出的这个感恩节的最后通牒的期限，虽然看起来极度的苦涩，但说实话也是留给乌克兰人的一个最后的体面。
这个就是现实主义最冷血的一面，他不看眼泪，只看数字和地图。当战争进入到残酷的国家耐力赛，在这样一种级别的工业消耗战面前，个体的英雄主义已经没办法填平国力之间的巨大的鸿沟。当450万发炮弹对200万发的时候，勇气变成了一种最让人心碎的消耗品。我们从上帝视角来看当前的这个局面，美国对于乌克兰的这个支持从来都不是基于正义，而是基于消费比。在战争的初期，用乌克兰人的这个生命去消耗俄罗斯的国力，低成本的给俄罗斯放血，削弱他们的常规军力，这样一个做法符合美国的利益。但是到了2025年的这个秋天和冬季，随着俄军在顿巴斯的推进，跟俄罗斯经济展现出越来越大的韧性，继续支持乌克兰进行战争的这个边际成本已经急剧上升，而收益却在归零。对于美国人而言，乌克兰作为耗材的这个价值已经耗尽了，现在急需止损。讲到这个地方，有些朋友可能会问，为什么美国要对自己的盟友这么的狠？那如果仅仅只是为了止损，切断援助撤资不就完了吗？为什么还要设计这么一套复杂的激进羞辱的和平方案呢？其实这个就触及到了本期节目最核心的观点，特朗普的目的不仅仅只是为了结束乌克兰战争，他这是为了开始更大的一场战争的准备。在美国深陷乌克兰泥潭的同时，中国在印太地区的军事压力是指数级的增长，美国的全球战略天平发生了根本性的倾斜，继续在欧洲无底洞一样投入战略资源，不仅没有办法彻底击败核大国俄罗斯，反而会促使俄罗斯完全彻底的倒向中国，形成中俄背靠背的地缘政治的噩梦。白宫跟五角大楼他们现在正在执行一项被称之为反向尼克松的全球大战略。50年以前，尼克松访华，他的目的是联中抗苏，而50年之后，华盛顿想做的是同样的事情，只不过方向反过来了。他们要通过牺牲乌克兰来切断中俄之间的轴心，联俄制华。这种事情听起来特别像是天方夜谭，但是让我给你看一看数据。2025年，中国对于俄罗斯的汽车出口激增了 971%， 那这个数字说实话让克里姆林宫感到恐惧。俄罗斯本土的制造业正在被彻底的压垮，他们对于北京方面的这个经济依赖感正在转换成一种地缘政治方面的焦虑。美国非常敏锐的捕捉到了他们的焦虑，德里斯科尔的这个和平方案实际上是在给普京一个替代的选项。那如果你们停止这场战争，我们可以逐步解除对于你们的这个经济制裁，俄罗斯可以不需要完全倒向东方，不需要做东方某大国的附庸，你们可以重新在西方跟东方之间玩弄平衡术。甚至美国也希望让俄罗斯能够腾出手来，在中亚这个传统的俄罗斯的势力范围去制衡中国日益增长的影响力。我们不得不说，特朗普政府这个战略其实存在一些非常严重的一厢情愿。因为之前阿拉斯加峰会那期视频我就曾经提起过，中俄之间这样一种无上限的伙伴关系其实不是非常脆弱的战术联盟，而是基于共同对抗美国霸权的一个深层次的战略需求。俄罗斯目前在经济上极度依赖中国，可以作为中国的能源市场跟技术的来源，而且在军事方面也是非常依赖中国的支持。但美国目前提供的这个胡萝卜，也就是解除西方的制裁，这个条件其实根本没有什么吸引力，远不足以弥补俄罗斯一旦失去中国支持之后的这个代价。而且假设普京会为了短期的西方示好而背叛他最重要的战略伙伴，说实话，这个想法也是对于普京政权生存逻辑的一个根本性的误判。
但是在另外一个方面，我看到不少人一听说所谓的这个联俄抗中的这个战略，就觉得是个笑话。但是大哥，如果你站在特朗普的立场来看一看的话，美国现在已经没有能够碾压中国的实力，你不拉帮手，你赢得了吗？但是放眼望过去，不拉拢俄罗斯，难道你要找欧洲这帮巨婴吗？俄罗斯在俄乌战争初期的表现的确拉胯，但是你也不得不承认，他们拥有庞大的体量、资源跟核威慑。而且说实话，仗打到今天，崩溃的不是俄罗斯，俄罗斯反而是适应了暂时的这个经济。但是我们反观乌克兰，征兵难，人口外流，人力资源已经枯竭，而且欧洲完全靠不上。所以这样一场仗打到现在，到底谁更拉胯？我想大家都已经看得非常清楚了。更何况除了地缘政治的博弈之外，这背后还有更赤裸裸的资源战争。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提到一个关键的人物，就是美国参议员林赛·格雷厄姆。他在国会提出了一个颠覆性的概念，也就是彻底改变了对乌克兰援助的底层逻辑。他说，美国对于乌克兰的援助不再应该是免费的赠与，而应当转变为贷款。那么问题来了，乌克兰整个国家基本上已经被打烂了，他拿什么来抵押这笔巨额的贷款呢？其实答案就在地底下。根据美国地质调查局的估算，乌克兰地底下蕴藏着价值高达10万亿到12万亿美刀的关键矿产。这里面有什么呢？也被称之为白色石油的锂，这个可是电动汽车跟储能电池的命根子，有钛这个元素，这个是制造 F-35 战斗机跟波音飞机不可或缺的金属，还有大量的稀土元素。所以在华盛顿的战略家眼中，这些不仅仅只是钱的问题，这个是中美博弈的关键一环。大家都知道，全球的关键矿产的供应链大部分都控制在中国手里，美国迫切需要一个独立于中国的替代来源，而乌克兰就是那个非常完美的矿坑。特朗普政府的这份和平协议在美乌重建投资基金里面明确规定了，未来的重建合同要优先授予美国公司，而且这些关键矿产的开采权将会作为战争债务的抵押品，深度整合进美国的供应链体系。甚至像贝莱德这样一些华尔街巨头，因为担心特朗普上台之后的政治风险，在2025年初，他们就悄然退出了乌克兰的重建项目，而填补这个真空的就是美国政府主导的官方资本。这实际上就是一种新形态的殖民主义的资源置换，而所谓的保卫乌克兰的主权，在这一刻变成了是一场关于锂矿跟钛矿的并购案。华盛顿之所以不能够让乌克兰彻底输掉这场战争，是因为如果他们不保住剩下的领土，那么这些价值12万亿美元的矿产就会落入俄罗斯的手中，甚至有可能最终流向中国。而最讽刺的一幕留给了欧洲，在这样一份和平计划里面，欧盟被要求追加1000亿美金用于乌克兰的重建，但核心的矿产利润却大半归了美国。欧洲就像是那个在餐厅里面负责买单的冤大头，他们不仅没有资格上桌吃饭，还要在后厨负责洗碗，眼睁睁地看着美国跟俄罗斯他们在餐桌上瓜分了所有的硬菜。情报甚至显示，美俄之间正在秘密地讨论恢复北极能源合作的可能性。特朗普关于格陵兰岛跟稀土交易的这些言论，并不是很多人想当然的认为是一些疯话，而是他那样一种资源现实主义的一贯逻辑。而最后是战后重建的生意，世界银行估计乌克兰重建需要5240亿美刀，而谁来出这笔钱呢？美国纳税人吗？当然不可能。早在2023年，贝莱德跟摩根大通他们就受委托筹建乌克兰发展基金。美国的陆军部长德里斯科尔，他之所以强推停火，就是因为资本厌恶战争风险，只要炮火不停，就没有私人资本敢进场。而所谓的催化资本的模式，实际上就是要求乌克兰将国有的这些电网矿山土地作为抵押，来换取西方的重建资金。
所以这也不仅仅只是一场战后重建，而更像是一场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针对主权国家资产的一个深度的商业并购。我们看到外有强敌压境，盟友逼迁城下之盟，而资源还被掠夺，基辅目前的处境到底有多绝望啊？但是你知道吗？这个还不是全部，最致命的一刀往往是来自于你的背后。现在的泽连斯基可能是这个世界上最孤独的人，他不仅要面对外部强敌跟盟友的背叛，还要面对内部日益崩塌的执政合法性的危机。根据乌克兰的宪法，泽连斯基的这个5年总统任期本来应该是在2024年5月就已经结束了，但是因为战争，国家处于这个戒严的状态，所以选举被无限期推迟。从法律上来讲，泽连斯基理论上来说处于了一个超期服役的灰色地带。虽然民调显示他还有 67% 的支持率，但说实话，这个民调的数据跟解读本身都值得玩味。尤其是在11月中旬，在美国特使施压的关键时刻，基辅方面爆发了一场震动全国的丑闻。乌克兰反腐机构揭露，国家核能公司设计了一起高达1亿美刀的巨额回扣案。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当前线的士兵连止血带都缺的时候，当冬天的战壕里面连取暖的设备都没有的时候，在后方竟然有人一口气贪污了1亿美刀。但这个还不是最劲爆的，根据基辅独立媒体的披露，真正让泽连斯基感到窒息的是什么呢？是丑闻的核心嫌疑人不是别人，正是泽连斯基多年的商业伙伴，也是泽连斯基做演员的时候前制片公司的共同所有者。这个丑闻直接打到了泽连斯基的核心圈层。而更戏剧性也更让人心寒的是，在搜查令下达的前几个小时，这个核心嫌疑人竟然奇迹般的逃往了波兰，而随后就转机马不停蹄去了以色列。这样一种非常精准的逃亡路线，让所有的乌克兰人都非常确信政府高层有内鬼，有人在给这个人通风报信。所以这样一起丑闻已经彻底摧毁了乌克兰社会的信任基石，民众的愤怒已经到了临界点，他们开始指责现政权已经演变成了暂时的黑手党。而与此同时，右翼势力的怒火也在急剧。面对这样一份割让领土的28点和平计划，以亚述突击旅为核心的极右翼势力，他们发出了非常明确的死亡威胁。亚述运动的创始人安德烈·比列茨基就曾经公开警告，任何接受领土割让的签字都是叛国行为。这个绝不仅仅只是口头威胁。亚述突击旅他们拥有重武器，拥有非常丰富的实战经验，更拥有极端狂热的民族主义的信仰。如果泽连斯基胆敢在这样一份屈辱的协议上签字，基辅街头有可能会重演2014年的革命，甚至可能爆发内战。而且华盛顿方面也没有给小泽面子，正在寻找他的替代者。特朗普的顾问凯洛格就曾经公开呼吁，乌克兰应该在停火之后尽快举行选举，以恢复民主的合法性。这句话背后的潜台词其实特别明显，一旦枪声停止，泽连斯基作为暂时总统的这个使命就结束了。华盛顿可能需要一个新的没有历史包袱的合作伙伴来执行这样一份和平协议。潜在的挑战者已经浮出水面，一个是前武装部队的总司令扎卢日内，他在被泽连斯基解职以后，反而成了某种被保护的受害者和未被玷污的英雄人物的象征。他在军中的威望极高，他也曾经公开承认战争陷入了僵局，这个与特朗普的判断不谋而合。另外一位是前总统顾问阿列克谢·阿列斯托维奇，这个人现在是非常激进的反对派，他打破了乌克兰政坛的禁忌，公开呼吁，如果不能够收复失去的领土，那么就用领土来换取加入北约。这样一种非常政治不正确的话，在以前的话算是卖国，但是现在却成了很多不再愿意继续打仗的乌克兰人的心里话。
对于泽连斯基来说，这是真正的两难处境。如果他拒绝签字，国家就会在这个冬天崩溃，他会成为历史的罪人。但如果他签了这个字，割让了领土，他就会被视为投降者，随时有可能会被愤怒的右翼势力推翻，被视为碎片，甚至会面临政变的风险。所以大家看到了吗？这个就是小国政治领袖的悲剧。乌克兰的财政、武器、情报100%依赖西方。当金主美国爸爸他的战略利益发生转移的时候，作为代理人，乌克兰人没有议价权，他甚至没有资格坐上餐桌。泽连斯基之前在欧美之间左右横跳，他以为自己是棋手，甚至以为自己可以把特朗普都玩弄于股掌之间。但其实在这个冬天，他发现自己只不过是一枚待价而沽的棋子而已。所有发生的这一连串的变故，让大西洋彼岸的欧洲彻底陷入了恐慌。波兰的总理图斯克在接到这份28点和平计划的时候，据说沉默了整整2分钟。欧洲被这样一份和平协议彻底的羞辱。虽然协议提到了欧洲将会追加1000亿美金，但欧洲在谈判桌上根本就没有属于他们的位置。这个也验证了布热津斯基的一个判断：如果没有美国，欧洲在地缘政治上就是一个无力的附庸。欧洲方面想要乌克兰取得胜利，但是他们既没有能力，也没有政治意愿，在没有美国的情况下独自支撑战争。波兰跟波罗的海3国，他们一直把美国视为绝对的安全屏障，但是现在这道屏障不仅撤了，而且还把他们出卖了。为了想要填补美国留下的真空，北欧跟波罗的海几国拼凑了5亿美刀，试图购买装备来支援乌克兰。法德英3国领导人他们也在紧急磋商，但是谁都清楚，没有美国的军事机器跟情报网络，欧洲的自救显得如此的苍白无力，更别说在过去这段时间，欧盟的表现完完全全彻彻底底就是一个毫无作用的、没有任何能力的巨婴。而乌克兰的遭遇也给海峡对岸的台湾发出了震耳欲聋的警示的信号。对于俄罗斯而言，乌克兰加入北约是生存威胁，因此他愿意付出极高的代价，包括数十万人的伤亡跟长期的面临来自于西方的经济制裁，他愿意付出这些代价来阻止这件事情发生。而对于美国来说，乌克兰至多是一个重要的利益，但绝非核心的生存利益。两个国家在意志力方面的不对称，已经注定了这场战争的结局。拥有生存焦虑的一方，俄罗斯，最终会压倒仅有次要利益的一方，也就是美国。同样的道理，如果美国认定协防台湾的这个成本高于收益，这个交易也完全可能会在亚太地区重演。而对于中国来说，这是一个充满了机遇与挑战的时刻。机遇在于西方联盟的道德信誉已经破产了，欧洲对于美国的离心力在增强。但挑战在什么地方呢？美国成功的从欧洲泥潭抽身，将会把所有的战略资源，包括航母啊、战机啊、情报网络，全部集中到亚太地区。2025年11月，当美国海军福特号航母打击群从地中海撤离，掉头驶向加勒比海去执行反毒任务的时候，这个不仅仅只是一个惯常的军事调动，这是一个时代的隐喻。那个2战以后建立的以美国为中心的安全承诺的体系，在这一刻分崩离析。如果这样一份28点的和平协议真的被签署，那么它的影响将会远远超过乌克兰的边境。这个不仅仅只是一个国家的悲剧，更是旧世界秩序崩塌的开始。对于世界上的每一个国家来说，2025年的基辅最后的通牒是一个震耳欲聋的警钟。它告诉所有人，当大国开始交易的时候，你要确保自己坐在餐桌旁，而不是出现在菜单上。那最后，让我们回归到那个日期，11月27号，感恩节。有时候感觉这个历史真的是充满了黑色的幽默。美国选在这个代表感恩与团聚的西方的传统节日，给乌克兰送去了一份关于割舍
与分裂的最后的通牒。2025年即将签署的，注定是一份不会让所有人都满意的和平协议。这样一份28点的和平计划，并不是和平的凯歌，而是现实主义对于自由主义的一次公开的处决。乌克兰战争从本质上讲是乌克兰出人，北约出钱出枪的一场风险投资。当乌克兰丧失了战争的造血能力，在经济崩溃、军工产业被摧毁，完全依赖外部输血的这么一个情况底下，当融资方也就是美国跟特朗普政府，他们判定这个项目，也就是削弱俄罗斯的这个项目，它的边际收益已经递减，甚至开始产生负资产，也就是影响到它的对华战略，增加了核战风险的时候，那撤资与清算就变成是一个商业逻辑的必然。泽连斯基他只是一个职业经理人，他并不拥有否定董事会美国决议的这个权利，而白白牺牲的这个几十万乌克兰的居民，在冷酷的地缘政治的账本上被视为已经支付的沉没成本，而非继续投入的理由。事情何至于如此呢？我不断的在追问这句话，因为小国的命运从来不曾掌握在他们自己手中，也因为战争的性质变了，它从民主对抗专制的前哨战变成了大国再平衡的筹码。乌克兰人民的牺牲换来了基辅政权的存续跟乌克兰主体民主国家的保留，这是一个事实。但是他们想要的完全胜利跟恢复到1991年的边界，这件事情在缺乏西方，尤其主要是美国无限兜底的情况底下，从物理上就不再具备可能性。乌克兰的悲剧在于，他错误地将北约东扩这个大国地缘政治博弈的工具当成了是自身的安全的护身符。泽连斯基的悲剧在于，他错判了自身的筹码，他低估了俄罗斯的战略忍耐力，他也高估了西方的道德底线，他试图用道德绑架一个已经不再有道德底线的国际体系。这个28点的和平协议对于大国来说只是一次资产负债表的重组，是一次非常理性的止损的行为。但对于乌克兰来说，对于那些在顿巴斯冰冷的战壕里面坚守了3到4年的士兵来说，对于那些已经失去了家园的普通乌克兰人来说，这个是整整一代人命运的撕裂，他们付出了鲜血的代价，最终换来的是一个残缺的主权和一个被抵押的未来。而在即将到来的这个新世界里面，没有神圣的基于道义的同盟，只有永恒的利益。当黄昏降临基辅的时候，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悲剧，更是自由主义在国际政治现实权力面前的彻底的崩溃。这样一份和平协议，用最残酷的方式告诉了所有的小国一个真理：战场上拿不到的东西，别指望在谈判桌上能够靠乞讨拿回来。而所谓的国际法和正义，在绝对的工业实力跟地缘政治的利益面前，薄的就像一张废纸。而在这个进攻现实主义回归的时代，道义可能是最昂贵的奢侈品。凛冬已至，而对于基辅来说，这个冬天将会无比的漫长。好了，如果喜欢这个视频的话，请点赞分享，也欢迎大家订阅艾生的频道，并且加入我的会员。在这个充满变数的世界里面，我会继续为您守望真相，无论这个真相它有多么的残酷。我们下期节目再见，谢谢大家。